原来骨头汤并不补钙，真正补钙的是这3种食物，最佳补钙期可别吃错了。骨头汤一直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经典补钙神器，然而这碗汤真的能给骨骼带来钢筋水泥般的钙质吗？骨头确实含有大量钙质，但这些钙是以坚硬的无机形式存在的，就像石头里的矿物质，要把它溶解到汤里，难度可不小。即使骨头煮了很久，大多数钙质依然稳稳地躺在骨头里，不愿意融入汤水。研究显示，经过长时间熬煮后，骨头汤中的钙含量可能只有不到每100毫升几十毫克，远低于人体每日所需的800至1000毫克钙。不仅钙含量低，骨头汤的钙还很难被人体吸收。人体吸收钙质需要很多帮手，比如维生素 D、胃酸等。钙质进入胃部后，需要胃酸将它分解，然后才能顺利进入小肠。而骨头汤中的钙大多是无机钙，和人体吸收的配方并不匹配。这些钙没有足够的溶解度，自然也无法充分利用。骨头汤中虽然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如蛋白质和胶原蛋白，但这些和补钙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人们常常把汤煮得越浓越白当作钙质满满的标志，其实那些浮在表面的白色浮油看起来很有营养感，但补钙作用却微乎其微。骨头汤的美味和温暖无可替代，但它的补钙作用确实有限。如果只靠喝骨头汤来满足日常钙需求，无异于刻舟求剑。骨头汤有它独特的价值，比如它的鲜美和冬天里的一份暖意。但说到补钙，我们需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它。骨头汤虽然不是补钙的金钥匙，但它依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滋味。关键是，别再对它的钙质含量抱有太多期待。真正的补钙的3种食物。说到补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骨头汤，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那么，有没有真正高效又方便的补钙方法？答案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食物不但钙含量高，还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堪称补钙界的3巨头。掌握它们，就能轻松补充身体需要的钙质。乳制品是名副其实的补钙之王，牛奶、奶酪、酸奶这些常见的食物，不仅钙含量高，吸收率也非常优越。牛奶里的钙是以乳钙形式存在的，这种钙与乳糖和酪蛋白搭配，形成了吸收黄金组合，让钙质能轻松被肠道吸收。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来说，酸奶是更好的选择，不仅不会引发肠胃不适，还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深绿色蔬菜是隐藏在厨房里的钙质宝藏，比如西兰花、羽衣甘蓝、苋菜等。这些蔬菜不仅含钙丰富，还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K 等有益成分，有助于强化骨骼。不过，有些蔬菜，比如菠菜和竹笋，虽然也含有一定的钙质，但因为它们含有较高的草酸，可能会干扰钙的吸收。所以，选择蔬菜时要多挑那些草酸含量低的品种，比如西兰花就非常适合想要补钙的人群。豆制品是平价又高效的补钙选择，尤其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每100克就含有丰富的钙质。对于不喜欢喝牛奶或对乳制品过敏的人来说，豆制品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豆制品中的钙虽然不如乳制品的吸收率高，但依然是补充钙质的可靠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们价格实惠，适合任何家庭选择。让补钙事半功倍的关键不仅仅是吃对食物，还要搭配合理的生活习惯，比如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入，这样可以更好的促进钙质吸收。阳光是天然的维生素 D 来源，每天适当晒晒太阳，能让身体更高效的利用钙质。补钙并不需要复杂昂贵的食材，也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生活中没有所谓的神奇食物，科学搭配才是健康的长久之道。补钙不止于吃。很多人以为补钙就是靠吃，确实，饮食在补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真正让钙质发挥作用的关键，不只是吃进去，还包括让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些钙质。这里面，晒太阳和运动就是2位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隐形英雄。晒太阳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人体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助吸收钙质，而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就是阳光。晒太阳时，紫外线避射线会刺激皮肤中的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 D3， 这种维生素进入体内后，
能够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并将钙有效运输到骨骼中。缺乏维生素 D， 即使饮食中有足够的钙，吸收率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与其一味吃高钙食物，不如每天抽点时间走到户外，接受阳光的馈赠。晒太阳虽然简单，但也有讲究，并不是暴晒的越多越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阳光下可能会导致皮肤晒伤或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最好的方法是选择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的时间，在阳光温和的情况下晒15到30分钟，具体时长根据季节和地区调整。运动对补钙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科学研究表明，适量的运动能够增加骨密度，帮助钙质更好的沉积在骨骼中。运动不仅让骨头更强壮，还能增强肌肉力量，为骨骼提供额外的支撑，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选择运动时，重点不在于强度有多大，而在于是否能够持之以恒。高强度运动对于老年人或骨密度较低的人来说并不适合。简单的快走或瑜伽已经足够起到保护骨骼的作用。补钙需要一套组合拳，光靠吃是远远不够的。摄入钙质的同时，通过晒太阳提高吸收效率，通过运动增强骨骼结构，这样才能让补钙真正落到实处。日常生活中，把这些简单的习惯融入进去，不需要特别费力，就能收获稳固的骨骼和更健康的身体。3. 不同人群如何科学补钙？补钙不是一刀切的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生活阶段和需求都不一样，因此补钙的方法也需要量身定制。婴幼儿时期是骨骼快速发育的阶段，钙质需求量相对较高。这个阶段，母乳或配方奶是最主要的钙来源，通常能够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如果孩子转奶过早，可能需要特别关注钙摄入是否充足。同时，随着孩子开始吃辅食，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如豆腐、鸡蛋黄和深绿色蔬菜，可以逐渐引入饮食中。青少年是骨骼生长的黄金期，这个阶段的钙需求更大，每天需要摄入1000至1200毫克左右的钙质。学校生活忙碌，可能导致饮食不规律，很多青少年没有养成喝牛奶、吃蔬菜的习惯，反而喜欢喝碳酸饮料和吃高盐食物，这些都会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建议青少年每天保证1杯牛奶或1盒酸奶的摄入，搭配豆制品、鱼类以及适量的绿色蔬菜。孕期和哺乳期是女性生命中对钙需求最高的阶段，胎儿的骨骼发育、母体乳汁分泌都需要大量的钙。如果钙质摄入不足，母体会动用骨骼中的钙储备，长期可能导致骨质疏松。建议孕期女性每天摄入1200毫克以上的钙，可以通过牛奶、豆腐和强化钙食品来补充，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钙剂。哺乳期的女性则需要继续注意饮食中的钙含量，同时保持适度的户外活动。老年人由于骨密度下降，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这个阶段的钙需求量为每天1000至1200毫克。饮食中要多选择高钙、低脂的食物。老年人还要注意提高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不仅通过晒太阳，还可以适量吃鱼肝油、蛋黄等食物。不同人群的钙需求各有侧重，关键是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合理的补钙计划，而不是盲目跟风或一味依赖单一的补钙方式。科学补钙不仅是对骨骼健康的维护，也是对整体身体状态的全面保障。骨头汤补钙的观念流传已久，但科学证明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虽然骨头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它的钙含量远不足以满足人体需求。与其寄希望于一碗汤，不如转向真正的补钙高手，比如乳制品、豆制品和深绿色蔬菜。这些食物不仅钙含量高，而且吸收效率远胜于骨头汤。合理的膳食结构才是补钙的第一步。补钙不仅仅是吃的问题，身体对钙质的吸收和利用同样关键。通过适当的晒太阳获取维生素 D， 结合运动提升骨骼强度，可以有效让钙质为我所用。这不仅适用于老年人，同样适合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和面临特殊需求的孕产妇。补钙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话题，而不是某一阶段的突击任务。补钙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科学、适量、个性化。只有结合饮食、运动和阳光，制定合理的计划，
才能真正拥有健康的骨骼。抛弃传统误区，用科学态度认识补钙，这才是健康之本，也能让生活更加从容自在。